大家好，我们是牛爸兔妈。今天我们继续来讲《Good Inside》这本书的第28章。小孩不好好睡觉怎么办呢？在这一章的开始呢，作者描述的情境呢是4岁的小孩一向睡得很好，但是最近突然不愿意好好睡觉了。睡前呢会一直要求读书，父母离开的时候呢会大哭，而且还总在半夜醒来大哭，要求爸爸妈妈和他一起睡。父母试过奖励甚至惩罚小孩，效果都不好。有朋友跟他们建议呢，锁上小孩卧室的门，让他出不来，但他们不忍心，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是 co-sleep 的，就妈妈陪一个小孩睡，爸爸陪另一个小孩睡，所以我们选择拒绝了做这道题。但是早晚有一天我们是要跟小孩分开睡的，所以这一章的内容我们还是应该认真听听看。好，作者说呢，孩子不好好睡觉的本质其实是分离焦虑。我们人呢是要感觉到安全和放松才能睡着的。在漫长的黑夜里，让小孩感到安全和放松，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尤其是他可能在白天已经经历了很多分离焦虑的情况下，在晚上他们的生存本能就是尽可能和爸爸妈妈待在一起，最大化获取依恋和安全感。我就一个问题，就说一个小孩子吧，那房间里这么黑，他能不怕黑吗？会啊，怕黑啊。那就是他很难说自己能睡着吧，自己能睡着就挺奇怪的。对啊，昨天晚上牛牛半夜还突然大哭，我猜他就是做噩梦了。对呀，图图我也有听到他昨天晚上有大哭啊，因为他哭醒了，他醒来发现你不在。他有可能是他自己能睡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又要求跟爸爸睡，也是合理的。对呀，他有可能就最近突然喜欢做噩梦什么的，对，这也很正常。或者他白天在学校经历了很多压力，对对，他晚上没有办法睡，对，很正常的嘛。是。所以晚上是孩子最需要依恋父母的时候，但是父母忙了一天，也非常需要自己的时间，这个时候就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了。对，在这种时候，如果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变得冷漠和不耐烦，那孩子就会更加孤独，更加没有安全感，他们就会为了获取安全感变得更加粘人，父母变得更加不耐烦，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作者说呢，很多专业人士建议父母锁上门，别理孩子，让他哭，哭累了就睡着了。对，以前有个哭声免疫法，作为睡眠训练的一个方法，曾经会非常的流行，但现在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因为孩子只是表面上学会不哭了，但他其实是放弃求助了，而不是学会了自我安抚。而且科学研究也证明，婴儿哭泣时皮质醇水平会升高，长期这样的话也会影响大脑的发育。对，作者是明确反对这种方法的，这是我非常喜欢他的一点，和我们的理念比较契合哈。他说他会提出一种同时尊重孩子和父母需求的新的睡眠方法。这是什么呢？在分享这个方法之前呢，他先给了一个免责声明。他说呢，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孩子建立安全感，但他并不知道这种安全感什么时候才能转化为更好的睡眠。所以说他这个方法也不一定是马上就能见效的。对，那具体是什么方法呢？作者列举了好几个方法。第一个，家长可以在白天的时候跟孩子谈一谈你在他睡着之后的行踪，比如我们可以跟他们说，当你睡着以后呢，爸爸妈妈就会去办公室看一会儿书，工作一会儿啦，然后或者去厨房搞点吃的啦，去整理一下衣服啦，然后回房间睡觉。当你在睡觉的时候呢，爸爸妈妈一直都在的。听起来不像是有用的样子。我们还可以和孩子做角色扮演，拿出孩子最能接受的玩具，比如牛牛喜欢卡车哈，我们经常给他读的一本书就是卡车们干了一天活儿要去睡觉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拿卡车来做角色扮演，演绎一下卡车的睡前流程。我们可以对孩子说，我们来帮卡车准备睡觉吧。推土机，我知道你不喜欢睡觉，不喜欢睡觉是很正常的。你可能觉得睡觉以后找不见爸爸妈妈了，很担心，但我们就在你房间外面呢，你是安全的。明天早上你就能见到我们咯。我们现在睡觉吧。这个听起来好像靠谱一点。
他还建议我们放一点可以代表爸爸妈妈的东西到小孩房间陪小孩睡觉，尽可能的帮他们感受到即使爸妈不在，他们还是安全的。比如呢，我们可以放全家福到小孩的房间，或者跟孩子说，等你睡着以后呢，我会画一张写有你名字的小画放在你床边，这样半夜醒来的孩子呢就能看到你在场的证据。或者呢，给孩子一个录音按钮，里面有你安抚他的声音，他一按就能听到你的声音。这个应该可以。他提供了很多这种方法，这些方法的本质呢，都是在帮小孩练习在父母不在的时候也能感受到父母的陪伴，通过增加他们的安全感来增强他们的独立能力。对，这个挺对的。我觉得应该是会有用的。有阵子咱们不是给牛牛装了那个摄像头吗？然后我们拿着显示屏就知道他有没有醒，对吧？牛牛很喜欢那个，他会在睡觉前跟我说，你拿上那个显示屏，妈妈，你拿上那个显示屏。他是不是怕你哭了你听不见？对，他怕他哭了我听不见。作者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一点一点增加孩子的物理距离。比如第一晚呢，是和孩子一起躺在床上等他睡着，之后的晚上呢，就慢慢变成坐在床边，过几个晚上再变成坐在靠近门口的地方，再过几晚呢，就变成坐在房间外，门留一条缝儿，这样循序渐进。这个方法可能我们以后分床睡的时候可以用。在这些方法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创新，只要我们的方法是可以增加孩子的安全感的就可以。主要是即使是成年人，你也没办法在自己不舒服，比方说你有事焦虑害怕的情况下睡好的吧？对啊，那孩子也不可能可以。对啊，是的。好，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内容啦，我们下一期再见啦。